公主为了逃离恶魔夫君的魔爪，竟打扮成丫鬟准备翻墙跑路，不料却被驸马抓个正着。本将军在薛府这么些年，只见过长出墙的红杏，没见过爬出墙的人。话罢，薛耀便命人搬走了梯子，并让手下盯着公主，直到她肯认错才能下来。而薛耀之所以对这个新婚妻子如此的狠心，是因为他怀疑公主是皇上派来监视自己的，所以才下令将公主软禁，以免公主再逃跑。薛耀竟给公主戴上了特制的脚链，这是西周给犯人戴的脚铃，从今往后你跑到哪里我都可以找到你。虽然公主表面服了软，每日安分守己，却不知公主想要离开的心思一刻都没有停止过。这天，公主听说薛耀母亲要去寺庙诵经，于是便自告奋勇去接老夫人回府。薛耀没有多想便答应下来，殊不知这却是公主又一次的逃跑计划。很快就到了接老夫人的日子，公主在侍卫的护送下离开王府，走到半路，她谎称自己要下车方便，然后便拿着包袱悄悄离开了车队。她独自来到树林中寻找接应的人，没成想却被2个蒙面人打晕带走。当她再次醒来时，才发现自己已被五花大绑关在一个木屋里。初月本以为自己是遇到了山贼，连忙表示只要把自己放了，要多少钱都可以让家人送来。可没想到对方竟是初月的未婚夫。原来几天前，需要为了迎娶初月，便退掉了他原本的婚约。如今北泽侯正是为了报仇而来，得知对方的身份，初月便意识到想要逃走恐怕没那么容易，于是他想尽办法拖延时间，终于将北泽侯暂时打发。与此同时，薛耀也得知了初月失踪的消息，看到树林中掉落的斗笠，众人推测他可能出事了。薛耀连忙吩咐侍卫寻找妻子。另一边，初月终于挣脱绳索，他看到自己被关在阁楼里，于是便将绳子系在窗户上，想通过绳子爬出去。没想到他还没有准备好，就听到了北泽侯的动静，眼见躲避不及，初月连忙拉起绳子跳了下去。北泽侯见状，立即命人砍断绑在窗上的绳子。危急关头，需要及时赶到，他一把抓住了即将掉落的初月，没成想却因为旧伤复发，流血不止。很快，初月便掉了下去。眼见妻子落水，需要也随即跳进湖里。几经磨难，二人终于脱险，但需要却因为伤势过重晕了过去。初月本想给他来个人工呼吸，却被舜王阻止了下来，提出让他来。好在还没碰到的时候，需要便清醒了过来。经此一事，初月的内心也有了变化，不再想着要怎么样逃出将军府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这天薛耀却收到了一封信，里面还有一件红色的肚兜，信上写着：“你的女人我已经用过，现在就还给你。”薛耀想到了他刚迎娶的妻子前几日被歹徒掳走的事，虽然已经安全脱险，但初月却对那几日发生的事只字不提。薛耀气愤地将书信扔在地上，怒气冲冲地来到初月房间，将肚兜一把扔在桌上，质问初月有没有被欺负。薛耀的不信任让同样赌气的初月说出了反话，表示反正事情已经发生，薛耀可以禀报父皇，他们和离算了。全天下都知道你是我需要的妻子，想他到哪儿去啊？那你有本事就告诉父皇，我们和离。两人都长着一张犟嘴，谁也不愿解释，就这样不欢而散。而一直喜欢薛耀的苏囡囡得知了肚兜的事件，既然初月已经被玷污，那她也有了机会，准备用美色来迷惑薛耀。哪个男人不喜欢清白之身的女子？故意以父亲的名义给薛耀写了一封书信，称有要事相商，让他来府中议事。想不到来到苏府的薛耀却被下人带到了苏囡囡的房中。心机的苏囡囡早就准备好了花瓣玉，看到屏风后的薛耀，开始言语挑逗，不想薛耀压根不吃这一套。老外，你要是走的话，我就告诉师傅你不给我洗澡。如果你们要是帮我拿衣服的话呢，我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无奈下薛耀本想将衣服扔给苏囡囡，却意外从她口中得知，寻常女子与富家女子的肚兜是不一样的。寻常女子肚兜上绣的是鸳鸯，而富家女子肚兜上绣的则是凤凰。一语惊醒梦中人，薛耀想到自己收到的肚兜绣的是鸳鸯，显然并不是初月的。那初月又为何不解释呢？那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想离开自己，离开薛家。薛耀懒得再搭理苏囡囡，急匆匆地赶回家，本想找初月问个明白，可两人一碰面，初月却闻到了薛耀身上的香味，因为这香味不是一般女子所用，心中瞬间醋意大发。你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？我没有，你别跟我扯开话题。而薛耀却误以为初月是故意在转移话题。见薛耀不想回答，初月心中难过。他自小在宫中长大，父皇身边佳丽3000，他对香味极其敏感。薛耀也觉得没有解释的必要，也并未将见苏囡囡的事告诉初月，还继续追问肚兜之事。初月为什么要骗他？是不是就是为了离开自己？初月本在气头上，两人一言不合又吵了一架。薛耀误以为初月是铁了心要离开，便不再挽留。从今以后，你自由了。隔天，就在公主写下和离书面见父皇时，却遭到父皇的责骂。朕让你去监视薛耀，你早就心生不快了，是不是？儿臣不敢。合离不成，初月又被皇上送回了薛府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。没得到父皇的同意，他又回不了宫，初月也只能先讨好薛耀这个夫君。殷勤的又是给薛耀捏肩擦背的。虽然两人成亲有段时间了，但从未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过。薛耀被撩拨的脸色通红。你脸怎么红了？
耳朵也糊了，你不会生病吧？单纯的初月仍没意识到，此刻孤男寡女的共处一室会发生什么，仍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。无奈下，薛耀只能将浴巾扔在初月头上，趁机拿起衣服，慌忙地逃离了浴室。薛耀知道初月一心想着和离，也知道他再次回到薛府的目的是为了监视自己。心中烦闷的他没日没夜地练了一晚上的剑。属下还是第一次见将军这般，以为他是为情所困，心中瞬间想了个馊主意，找来了飘香阁中最貌美的女子，准备让她替薛耀分忧。而此时，初月为了讨好薛耀，特地拿着他最喜欢的花来到军营，不料却被薛耀的手下拦了下来。没眼力的手下也没看出面前女扮男装的是公主，将她加将军在里面赏花的是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。什么花？大兄弟，这就不懂了吧？飘香阁的女人花。初月得知后哪还有心思送花，留下花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而好心办坏事的手下也免不了被薛耀一顿责骂，一人赏了40军棍。处理好一切的薛耀这才发现地上摔烂的花盆，想起初月曾经和自己约定好看花的事，得知初月来过军营，当即快马加鞭的赶回薛府。而此时回到薛府的初月又被刚回来的姑母为难。虽然初月贵为公主，可这姑母却怎么看初月怎么不顺眼，质问初月身上为什么有盘香阁流云飞雪的香味。这面霜极其难买，价格昂贵，他已经派人查过，盘香阁中没有初月购买的记录。莫非在嫁入薛府之前，你还有什么相好？收头发，给我搜身！初月知道姑母今日就是故意给自己落个罪名，好惩罚他。果然不听他解释，不分青红皂白的让人将他带到祠堂，面壁思过。看着阴森森的祠堂，初月嘴里说着不怕，一阵风吹来，还是吓得抱着一旁的柱子。对我薛家那种好汉，对不住。他可不能待在这等着被吓死，便决定从窗户逃走。没想到这时赶回来的薛耀一脚踹开门，却没有看见初月的踪迹，反而听见他摔跤的声音。等薛耀推开窗户一看，初月正晕倒在地上。而后薛耀将他安顿好，就被姑母叫了过去。因为初月是公主，薛耀娶了她就得按律革职，所以姑母气得很。何况他还听说初月是个不安分的，看今天对他这态度，越想越生气，于是又要命人去叫初月跪完那炷长明香。薛耀心疼初月，不顾姑母大喊大叫，决心自己去跪完那炷长明香。隔天公主醒来，一气之下偷偷回了宫。就在他和小丫鬟聊天时，没想到他的夫君薛耀来到了门口。随后二人坐下来谈判，薛耀让初月有什么事回家再说。全薛府的人都在欺负我，我不回去。我姑母对你有些误会，你放心，我会帮你跟她解释的。然而初月在意的不是这点，因为昨天去找他和好，却发现他的军营里有女人，而且昨夜他还梦见薛耀被下药和另一个女人搂在一起，不知觉间醋打翻了几缸，但还是忍不住询问军营里那个女人是谁。何女人？就那个女人啊。她不过就是我背着你，不是。可是我手下背着你给我找的女人，怎么越解释越不对劲？于是薛耀赶紧说明那女人跟他没关系，这件事他只解释一次。而初月的梦境是预见未来，想必薛耀一定还得再解释一次，所以还在气头上的他铁了心的不回去，却不料薛耀竟强硬的要拉他回去，最后霸气的扛起他就走，任初月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。你要再不放下我，跟你和离。和离？你敢？随即初月开始指挥小丫鬟写和离书，理由便是薛耀贪恋花草，处处留情。薛耀也不甘示弱，二人一番唇枪舌战后，2封包含了各自不是的和离书写好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公公突然来到他的身后，初月连忙把和离书藏起来，接着在公公的引领下来见皇上。你突然进宫，是不是需要有什么异常？原来皇上一直怀疑薛耀是那日的刺客，想从初月这里套出什么话，而初月猜到皇上的意图，便谎称自己记不起当日的情况。薛耀也没什么不对劲的。随后皇上叮嘱初月，若是薛耀有什么对他不好的，立刻来报。然而皇上根本不是关心初月，只是为了挑出薛耀的错处而灭了他。就在初月忐忑的起身准备离开时，刚写的和离书不小心从袖子里掉了出来。本来他只想用这个吓唬薛耀，在皇上的威严下，实属无奈的初月只好交了出来。果然皇上看过后大发雷霆，朕让你去监视薛耀，你早就心生不快了是不是？儿臣不敢。因为皇上看的是初月的这份，所以认为他要休夫。于是皇上询问初月可有薛耀贪恋野花的证据。事已至此，初月只好说1个月之内一定会找到证据的。听到这里，皇上立刻变得和颜悦色，让初月找到证据立刻来报。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暂时放下，可没想到刚到门外，又遭到薛耀的质问。你把和离书给皇上了？如果是我说不想给，会不会太跌份儿了？还没等初月回答，皇上便派人来传唤薛耀。一进来，皇上先虚情假意的表示他已经训斥了初月，父为妻纲丈夫没有签字的和离书不作数，随即又故意让薛耀评判2个王爷写的治军良策。薛耀明白这是皇上在测试他，于是说自己一介武夫，完全不懂这些。事后皇上也派人将初月送回了薛府。